让我瞄准了打，想跑门儿都没有。所以说，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我太难了。这是死神方辩职业生涯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手中的拳头漫天飞舞，朝着伊朗拳王的脑袋飞奔而去。面对碎了一地的尊严与脸面，伊朗拳王不得不弯下腰舍去面子拾取。这场比赛可是方辩打外国人最狠的一次战斗，根本顾不了外国冠军的死活。方辩不语，只是一味的用拳头攻击伊朗拳王，以至于伊朗拳王差点被打退役。死神方辩之所以会在擂台上如此失控，全部都是因为伊朗拳王太自以为是，扬言方辩的战绩是假的，所打败的都是一些一点实力都没有的留学生。上一位这么说方辩的外国选手，光在医院的床榻上就躺了1年多，看来这位伊朗拳王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蓝色拳套是伊朗拳王哈米德，红色拳套是中国死神方辩。第一场职业比赛，我们就在一起啊，一直看他一步步的成长，是的，创造那种不败的神话的记录。这位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我们说达到这种苛刻，非常的敬业的。他对手是来自伊朗的这个哈米德。你看哈米德在今天这场比赛里头，他还不知道方辩的这种技术能力和实力，因为要扑对手。不知死活的哈米德他还不知道，他的寿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敢在方辩面前调皮，算他胆子大。胆子大并不代表什么，只能说哈米德不怕死。从单方面实力的对比之下，哈米德被打废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简单一次试探，方辩就把哈米德看了个透彻。看来等下有哈米德好果子吃。奥迪现在创造了49场不败的神话。我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散打运动员的这种影子啊，快进快出，速度非常快。他这个移动非常灵活，对，大范围的这种移动是不会轻易给你打阵地战的，只要抓住机会要 KO 对手。一个好好的搏击比赛被哈米德打成了摔跤比赛。虽然方辩常年在搏击擂台上征战，但对综合格斗还是有点略微了解。很清晰的可以看出，哈米德就是一位擅长下前抱摔的一位摔跤选手。也不知道他来到搏击擂台挑战方辩是何居心，只知道哈米德距离被打废又近了一步。因为他之前是空手道的冠军。从上肢的这个肌肉维度来看，上肢力量肯定非常不错。是我看他上肢肌肉维度以前练过拳击，现在我估计还打过 MMA，所以他有意识老是想下潜，老是下潜，知道吗？刚才那个下潜那个方面一个膝撞，第一回合才刚开始2分钟，哈米德就开始频繁实施搂抱，这就让方辩感觉到了意外，一时间分不清楚是在打自由搏击还是在打综合格斗。面对抱摔的哈米德，方辩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感觉到了好笑。多次的提膝攻击也是让哈米德意识到了危险，但他的抱摔动作就是修改不了，依然还在频繁实施，试图把方辩带入到地面缠斗进行搏斗。你还可以什么提高原上头，对，你一下我一上，正好撞到一起，刚好撞到一起，有一个赢的动作力量更大。你就要下潜之后，他怕你的拳法就要下潜嘛。是。漂亮，后手之前，后手中拳，这个后手中拳非常的突然，对，这要被强夺了，扣除1分。哈米德的尊严与脸面碎了一地，他正在弯腰查找。与此同时，裁判也对其进行了扣分处罚，毕竟这是搏击擂台，并不是综合格斗擂台。频繁实施抱摔非常影响比赛的合理性，无论是从哪方面进行对比，方辩的搏击技术都属于是顶尖。然而哈米德确实一反常态，实施摔跤技术与方辩展开对抗，进攻速度都非常的快。对，启动非常快啊。对，然后刚才又是一个下劈腿啊，那是方便一个招牌动作，下劈腿，也他一直大范围的移动。是，又想下潜抱摔，对，上再敢实施抱摔的下场就是重拳打头。方辩的拳头坚决不会轻饶这位破坏比赛平衡的家伙，在战力对拼，哈米德根本不是方辩的对手。为了抵抗方辩所实施的进攻，哈米德唯一的抵抗方式就是抱摔。然而抱摔这一招式并不被搏击擂台所承认，等待哈米德的结局不是被罚下场，就是被方辩打废。哈米德似乎也掌握不是太好啊，所以说，漂亮，后手拳，这后手拳打中了，护齿又掉了。但是反过来看，这伊朗哈米德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是，刚才那个很准的，很准的，右手之间。对。
护齿被多次打掉的哈米德，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频繁的抱摔只能救得了哈米德一时，并救不了哈米德3个回合9分钟。眼见战况不对劲，哈米德开始转战战术与方便展开战力对拼，殊不知属于方便的猎杀时刻这才刚刚开始，没有造成跟方便造成这样的任何的威胁。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毕竟方便在目前世界这个80公斤排名目前排在第7位，对，前7的选手，而他一点名气都没有，是双方就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方便拿下对拿下第50连胜的这种情况了。哈米德在此场比赛扮演的角色非常简单，想进攻却打不出来，就算打出来了一系列主动进攻，那也会被方便列为无效进攻。随之等待哈米德就只有方便十分严厉的防守反击，进攻也不对，不进攻也不对，建立防守也防不住方便的进攻，不建立防守也要遭受同等的挨揍攻击。对于哈米德来说，打败方便就犹如升天，而且就是不停的使用这个下潜抱摔这种动作，感觉他没有其他的动作了。哎，这个下潜的时候又一个膝顶过来，又是一个后手，后手拳，堵到脚里面了，堵到角落里面。这是方便的典型吊着你打你，是碰着你瞄准了，咣给你一拳，是后手拳打。方便的拳头从不打无名之辈，要么是擂台上鼎鼎大名的世界冠军，要么就是不长眼来滑踢馆的外国选手。但凡遇见方便，那么方便定会让这些外国冠军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国力量所带来的威慑力。伊朗拳王当下的局势非常不容乐观，照这样打下去的话，他的下场要不住进医院，要么直接抬走埋掉。伊朗运动员是典型的特点的，尤其那些伊朗运动员在泰国训练的那些选手，像伊萨呀，包括我们今天打70公斤那个冠军的第3局啊。我们看一下方便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 KO 的惊喜。好，这方面也加快了这种进攻的节奏了啊！对，现在这个哈密电视道，我已经到第3回合了。第3回合开始了，死神方便发怒，谁也拦不住，连续的精准击打彻底摧毁了哈米德所有的防御。等待哈米德的就只有漫长的暴打，他的抱摔动作确实减少了很多，不减少也没办法，再敢实施抱摔的话，裁判很有可能会出示黄牌或者是红牌给到哈米德。真要是那样的话，哈米德将会非常遗憾的走下赛场。哦呦，这个西装很结实，很重，这个飞膝，抗击打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啊。没事，这又站起来了。方面来个前高头上头，咣一腿。本来这个哈密德想着第3回合就打得更加主动一些，进攻一些，结果发现对方的这个方面的撤离速度比他的进攻更快。现在方面也哈密德就像软糖一样，即便是笔直站在擂台上，那他的身体也不支持他继续与方便展开对抗。好胜心极强的哈密德非常想打败方便，然而他的身体却给他发来了信号，身体上的疼痛已经不支持他与方便打下去，再打下去只能说是后果自负，没有进入到这种战斗状态里面去。对，裁判已经说开始了，还没进入战斗状态。是。这方面这个大幅度的在拳台上面的移动，小跳步在控制，打一场就像方面的平时训练打一场实战。对，这典型一场实战啊，打一场实战，打一场这个训练课。击赛投降是哈米德唯一处理残局的最好办法。碍于他在赛前撂下的狠话，哈米德坚决不会轻易放弃比赛。被打的体无完肤，无处躲藏，再加上方便的拳头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哈米德的脑袋，随时都可以把进攻打在哈米德的头部。哈米德身体疲惫的同时，还要时刻遭受方便所带来的威慑力。然后蹬，太挑逗这个方面的，他也想还一个转身后蹬啊。哈米德果然是老一辈的搏击艺术家，打不过就吐护齿这个行为，新一代选手根本就不会也不敢轻易使出来。然而像哈米德这种搏击老艺术家，他的手段非常的高明，就算裁判看出来了猫腻，那也不敢轻易对哈米德进行处罚。毕竟护齿脱落是属于意外。观察比赛时间，知道吧？是。
这如果要真正打上那个护士，一下就飞起来了。哎，今天在这个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方便面也会现在这种飞膝，是也练出来了，不是二踢脚起来了，是打了。比赛即将结束，方便的作战状态依然很充沛。然而哈米德已经怕了，根本不敢和方便打下去。土护池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时间，避免方便在最后的时刻发起猛烈进攻，导致哈米德在最后时刻被方便彻底打休克。50胜，职业战绩50连胜。这位传奇的，现在可以说是一位老将了。他现在创办了这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而且比赛结束了，最终方便顺利拿下了比赛胜利，成功给哈米德免费上了一课，让其彻底看清楚了中国力量。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死神方便打几分？